你说吧，需要我用什么跟你交换？张毅一脸玩味地伸出食指，我要你这个人。梁月愣了一下，然后很快，他雪白的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，整个人条件反射一般站起身来，后退了5、6步。你不要太过分了！梁月气得浑身都在颤抖，一脸羞愤地指着张毅，我是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的身体的。张毅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坏笑，看到梁月这跳脚拧猫一般的举动，让他的恶趣味得到了巨大的满足。他不紧不慢地靠在沙发上，一脸困惑地望着梁月，我是想请你当我的家庭教师，教我练武，这怎么就下流了？哥！梁月又愣在了原地。家庭教师？张毅一拍脑袋，恍然大悟道：哦，原来你是以为我想要你干那事啊？哎呀，你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东西？你可是人民教师啊！张毅一脸的大无语，实际上心里面笑开花了。果然，梁月被张毅捉弄得目瞪口呆，他还以为是自己误会了张毅的意思，赶紧脸红红的道歉：对不起，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。张毅的语气有些生气，你以为我张毅是那种人吗？梁月，你太小瞧我了吧？哎，这家庭教师你想做就做，不做就拉倒，我也不勉强你。你走吧。张毅挥了挥手就要送客，梁月反倒是急了，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，他当然不愿意错过，只是教张毅武艺就能换取食物，他肯定是非常乐意的。不，我愿意。张毅看着表情慌乱的梁月，心里面笑了起来，这个战斗力强悍又呆萌耿直的女教师，他吃定了。张毅和梁月约好，以后每天都要来到庇护所，教导他2个小时以上的功夫。作为交换条件，他可以提供10人份的食物给梁月。10人份的食物吗？能不能多给几份？我们一共有16个人。张毅淡淡一笑，梁老师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难处，这可不是一次性的供给，而是每天10人份的食物。张毅这么做自然有他的目的。首先第一点，不能让那些学生们吃得太饱，人吃得太饱就容易多想，尤其是容易产生非分之想。其次，只有让他们看到一点点希望，而又永远无法得到满足，张毅才能将梁月在内的所有人死死拿捏住。听了张毅的话，梁月的脸上顿时出现了尴尬的神色。是啊，他自己当初口口声声说过会和学生们解决生存的问题，结果现在连食物都得求张毅提供，这不是打脸吗？好吧，10人份就10人份。他收好了那些食物，就赶紧回徐家镇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耳边传来轮椅滚动的声音。张毅看向不远处，陆可然推着杨欣欣缓缓朝这边靠近。张毅微微一笑，你们来的晚了一点，你们梁老师刚刚走。杨欣欣却淡淡笑道，不，我是因为他离开了所以才过来的。哦，你不想跟自己的老师聊2句吗？张毅问道。杨欣欣摇了摇头，如果我们在场的话，碍于我们2人，会影响你和他的谈判吧？张毅笑而不语。如果是重大的决断，他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在场而影响自己的想法。杨欣欣靠近张毅跟前，他忽然开口询问道，哥哥，你是不是想要泡梁老师啊？大哥，你也太花心了吧，明明都已经有2位姐姐了，竟然还想打我们老师的主意。而杨欣欣却认真地分析道，从人类文明史发展至今来看，这的确是缔结同盟关系最直接有效的手段。梁老师的实力很强大，而且单从女性的角度来看，同样很具备对异性的吸引力，再加上他那小的可怜的大脑，他玩味地望向张毅，其实哥哥你会打他的主意也不奇怪。张毅坦然地对杨欣欣和陆可然说道，你们俩很聪明，我就不跟你们绕弯子了。梁月的战斗力很强，对我很有用处，所以我打算把他收编，让他成为我们团队当中的一员。至于男女之间的情感，那是不存在的，我可不是那样的人。我明白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哥哥你就努力去做吧，欣欣也会帮助你的。杨欣欣嘴角的笑容有些神秘，梁老师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可比你更了解，如何说服他成为我们的一员，欣欣清楚得很。张毅忍不住咳嗽了一声，其实也用不着搞得这么麻烦，就凭咱们的条件，让他心动不难。杨欣欣赞同的点了点头，却忽然说道，难得如何帮助他摆脱那些麻烦的拖油瓶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几个人的想法不谋而合。那些幸存的学生之前都有对杨欣欣做过不好的事情，杨欣欣对他们全无好感，且认为他们全是累赘。张毅耸了耸肩，暂时就别想动他们，我不想跟梁月把关系搞得太僵硬。以他的死脑筋，如果发现我弄死了他的学生，他会不管不顾的跟我玩命，会有机会的。杨欣欣却悠悠的留下这么一句，他黑色的眸子熠熠生辉，如同刀子一样锋利，且带着几分寒冷。张毅笑道，如果有想法的话，你尽管去做就好了，只要别被梁月发现。明白了。杨欣欣点了点头。对了，张毅哥哥，还有件事情要和你说一下。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查看西山基地的信息库，毕竟西山基地名义上是官方当年建造的，他们的设备齐全，掌握的信息量也更加巨大。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情报，结果真的让我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情报，我相信你会感兴趣的。张毅闻言不由得坐直了身子。什么情报？杨欣欣神秘一笑，信息量太大，我还没有整理完，只是提前告诉你一下，让你有个心理准备。不过根据目前得到的一灵半爪，可以确定的是，整个天海市像西山基地这样强大的武装组织肯定不止一个。杨欣欣的目光有些深邃。张毅哥哥，之前我们动静闹得那么大，你觉得会不会把其他势力的人给吸引过来呢？他摊开手，淡定地说道，偌大一个天海市，不可能只有西山基地一个强大的武装势力，毕竟这可是一个拥有2000万人的超大城市，哪怕只有5%的人存活，也有100万人口。杨欣欣的笑容更深邃了，势力与势力之间还是不同的，如果还有多个如西山基地一样强大的势力呢？
张毅抬头看着天花板，上方的吊灯是昂贵的奢侈品，价值千万，总不会倒霉到再和其他势力发生冲突吧？不过，张毅突然话锋一转，我们不惹事，也不怕事，真要是遇到其他势力，以我们如今的力量，还真的不惧。把梁月也给算上，他们一共有5名艺人，任何势力想跟他们为敌，都得好好掂量掂量。我明白了。杨欣欣点了点头，我会尽快整理好全部资料，然后交给哥哥你们。辛苦了。张毅说完，转头望向陆可然。可然，现在云雀庄园不光我们一家居住，徐胖子和尤大叔一家都搬了过来，就在周围。如果哪天再遇到外敌的入侵，我不想再跟之前一样，只能够被动防御。因此，我想请你帮忙设计一个防御工事的图纸，然后我们在3家周边打造出一道防线，用来御敌。陆可然有些不解地说道：“设计图纸简单，但是要想打造一个大型防御工事，光靠我们这些人不够吧？更别说缺少大型机械设备，运输材料也非常麻烦。”张毅笑道：“你觉得我们缺什么？”他掰着自己的手指头，运输材料我可以去做，需要有人出力。尤大叔在，徐胖子可以控制冰雪，这一点你同样能够用上。要是需要切割材料，把梁月喊来，花花也可以帮着干些力气活。你觉得还成问题吗？陆可然思索了一番之后，不由得赞叹道：“说的是啊，虽然我们人少，但个个都是身怀绝技，想要打造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，如今看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”张毅点了点头：“你先进行设计，然后之后需要什么材料，以及怎样工作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我会去解决。”我明白了。陆可然与杨欣欣得到了新的任务，于是纷纷回到自己的工作室，开始忙碌。如今庇护所又恢复到了过去的样子，华丽的别墅一片祥和，生活非常安逸。至于尤大叔和许胖子他们那边的房子，张毅已经提供给他们大量的食物，还有发电机、燃油、煤炭等。自己的房子让他们自己收拾，只需要解决食物与取暖的问题。其实别墅当中其他配置都非常高级，毕竟是天海市首屈一指的豪华别墅区，房子里面一切生活所需的物品都应有尽有。不过张毅还是给了徐胖子特别的照顾，这小子现在情商还没好透，有些恐女，于是张毅就给了他一个霓虹限量版的高级乳胶仿真女友，就是那种带保温功能，而且有智能语音的高级货，搭配 VR 眼镜一起使用，效果最佳。作为朋友，张毅只能帮他到这种程度。过了一阵子，梁月过来按响了门铃，这不是梁老师吗？他来做什么？徐胖子摸了摸下巴，忽然想到什么似的，朝着张毅挤眉弄眼：“老大，该不会是你把他也给收了吧？”张毅嘴角一扬：“瞧你说的，我张毅也不是那种人了，我们俩是纯洁的男女关系，他是我的家庭教师。”懂。尤大叔嘿嘿一笑：“都男女关系了还纯洁，你们玩的真花。”而徐胖子则是品味着张毅说的家庭教师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多位老师的倩影。老大你真会玩，徐胖子一脸崇拜地说道。张毅不理睬两个男人暧昧的目光，给梁月打开门让她进来。梁月进门之后，发现这里格外的热闹，大家伙都在，男人们聚在一起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，女人们则是在一起打麻将，顺便聊着八卦。这种温馨的氛围让她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。要知道，她在徐家镇陪着那群学生，可是要在零下50-60度的严寒当中，又当爹又当妈，操碎了心。不由得，梁月心中非常羡慕周凯他们。陆可然与杨欣欣过来，热情地向梁月打招呼。对这位老师，他们的内心还是非常尊敬的，能够在末世当中秉持着内心的善良，这种人比国宝还要稀有。他是圣母，不是圣母婊，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。梁月看着自己的2个学生过得很好，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。看到你们现在过得这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杨欣欣甜甜的笑道：“张毅哥哥对我们可好了，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幸福。”说着，他一脸惋惜的拉着梁月的手，真诚的看着他道：“梁老师，你在外面一定很辛苦吧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跟哥哥求情，让你跟我们一起住。欣欣好想你。”梁月一直都特别疼爱杨欣欣，这是因为杨欣欣双腿残疾的缘故。此时听到杨欣欣的话语，他的内心出现了一丝动摇。不过想到徐家镇的学生们，他还是无奈的摇头拒绝了。我不能离开呀，我走了，其他同学很难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。作为老师，最起码我得教会他们如何适应环境，得到生存的能力。杨欣欣点了点头。杨老师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温柔呢。不过这2件事情并没有影响。他微笑着解释道：“你住进庇护所里来，一样可以帮助他们，毕竟他们都那么大了，也不至于一刻都离不开你吧。反倒是梁老师，如果你真的想让他们独立起来，就得让他们自己去学习如何在末世生存。梁老师，你觉得欣欣说的有没有道理呢？”梁月的眸子晃动了起来，显然他对杨欣欣所说的很心动。可是张毅不会同意让我住进来吧？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脸颊。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熟，而且如果我自己住进庇护所，让吴成宇他们在外面，是不是不太好？杨欣欣笑眯眯地望着梁月，知道自己的这位老师已经心动了。这件事情欣欣会去找张毅哥哥求情的。至于其他同学那边，老师，无论你住在哪里，他们的生活环境又不会发生改变。他们要是阻止你住进庇护所里来，那不是太自私了吗？小恶魔循循善诱，他有信心，只要梁月住进了庇护所，就不可能再离开。梁月只是有责任心，又不是傻，在这样舒适的环境当中生活惯了，
自然不可能想回到外面的冰天雪地里。只要把梁月喊过来，外面的其他学生就失去了保护。那么将来一旦有机会，就可以把他们全都处理掉。杨欣欣心里面做好了计划，脸上的笑容也是愈发的人畜无害。我再考虑考虑吧。梁月嘴上这么说，心里面却已经有些异动。杨欣欣知道火候已经够了，如果再劝反而容易起反效果，便没有再多说。她淡淡一笑，天真无邪的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那好，梁老师，如果你决定好了，记得告诉欣欣哦。”好的。梁月笑道。不远处，张毅从沙发上站起身，朝着梁月走了过来。虽然他不知道梁月和杨欣欣说了些什么，但是杨欣欣肯定是在帮他拉拢梁月。梁月，我们走吧，到下面去，这里人太多了，不方便。